6尺火影如同一道划破天际的流星，瞬间冲破了厚重的云层。那一刻，毁灭的力量如被释放的猛兽，肆无忌惮地爆发出令人窒息的高温。随着6尺火影那毁灭力量的大爆发，宛如天地初开般的炽热高温席卷开来，将无边无际的厚厚云海蒸发而去，天空都仿佛被点燃。玄极路在两股极致力量的冲击下，形成了极致的2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上空冰海翻腾，寒气逼人，宛如亿万年的无尽冰海在高温的触碰下急速升华，化作漫天飞舞的白雪，同时试图抵挡着下方的火海侵袭。下空火海沸腾，烈焰翻滚，无穷无尽的火焰在云层之下形成一片绚丽的火海，炙热的波涛滚滚，要将一切吞噬焚烧。这2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空中碰撞交融，形成了这样一个无法言喻的奇景。火与冰的对峙激发出无比强烈的毁灭冲击波。轰轰，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，下方的这座城仿佛被巨锤击中，瞬息间烟尘弥漫，毁灭的气息笼罩每一处的角落。萧炎站在下空空间中，目睹眼前的这一切，刚欲转身离去时，却在这一刻被那肆虐的毁灭能量所波及，自身道体一瞬间就卷入了无尽的毁灭能量中。尽管萧炎第一时间反应过来，但那能量冲击波非常之快，依旧无法顺利逃离而开。这一刻也不得不面对这毁灭能量的波及，他的道体被这股毁灭的力量冲击，仿佛随时都会被分解在这场火与冰的浩劫之中。与此同时，灵动木橙花仙子云韵还有10大神斩牢等众人已经安全地逃离而出，出现在了天海的5000米深处区域，而这里也是相对比较安全，所以他们都在这里等待着萧炎出来。这一次要不是在萧炎的掩护下，他们恐怕无法顺利逃脱出来。特别是10大神斩老五神阁之主、2大岛主等乾坤岛众人，他们深深地感谢萧炎这一次的出手，正是因为他们才能从死亡的边缘逃脱出来。不知道萧炎他现在出来没有？那里面的极致寒流，即便是大道主神都无法长时间抵御。说话的乃是5行派系之首的行神斩老。虽然开始认识萧炎的时候，对于萧炎不太友好，但是经过一系列事情发生接触过来后，之前的偏见也早已经打消。现在在他以及其他5行派系的神斩老心中，萧炎已经是非常值得他们都恭敬的强大存在。所以此时他们在见到萧炎还有出来时，心中不免有些担忧。萧炎兄弟，你一定要出来啊！这一次要不是你创造机会给我们脱离那个地方，我们早已经变成冰雕了。乾坤岛岛主目光直勾勾地盯着天海的万米深处，希望下一刻就能够看见萧炎出来的身影。萧炎，我们在等你，快点出来吧！乾坤岛的卞娜，他的眉脸之上也浮现对萧炎的担忧之色。众人站在天海5000米的区域，等待着萧炎的出现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海底依旧静谧如旧，没有丝毫动静，也不见萧炎的身影出来。现场的气氛也陷入了无比的安静，众人的目光如利剑般刺向深处，紧张的气氛凝固成可感知的重量，压在每个人的心头。云韵，她的眉头微蹙，心中的不安如涟漪般扩散开来。突然，一股寒流自天海万米之下的深渊涌起，雪白的寒流伴随着海水的波动，无情地侵蚀着每一寸空间。万米深处的海域本该是无尽的黑暗与沉寂，然而此刻却被一道奇异的雪白之物所覆盖，那是极致寒流的力量，在那深处肆意蔓延，铺展出一片冰封的海底世界。万米之下的水域竟在瞬息之间凝结成了冰，晶莹剔透，反射出白色的光芒。但这美丽的景象却无人欣赏，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苍白，因为他们发现萧炎的身影始终没有出现。云韵的嘴唇微动，声音中带着难以掩饰的颤抖。萧炎呢？这一问打破了长久的沉默，其他人纷纷转头，眼神中满是焦虑。他们彼此对视，却无人能给出一个肯定的答案。他们的神魂力量只能感知到那片被冰封的海域，却看不到萧炎的身影，仿佛那股熟悉的气息被极致寒流永远的吞噬了。萧炎在哪？云云再次开口，声音中透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哭腔。他知道，这一刻他们都在等待着那个身影，等待着那个能够打破这死寂带来希望的身影。但深海无言，只留下一片冰封的宁静。海底深处的极致寒流愈发浓重，开始朝着他们这面弥漫而来，神魂力量也立马收了回来，不然一旦被那些极致寒流吞噬，恐怕神魂必定会重伤。不行，我要去找萧炎。云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情绪，看不见萧炎的身影，她的心都悬在了半空中。在那片被极致寒流覆盖的海底，云云的目光紧紧锁定在深处的极致寒流之上，那里的气息如同古老的凶兽，沉睡了无数岁月后终于觉醒，带着毁灭的力量咆哮着。就在他准备踏入这片极致寒流之地时，突然一声震天动地的爆炸声从极致寒流的深处传来，嗤嗤，只见在那寒冷的气流中，火光冲天，一道6色火莲从极致寒流中冲天起，宛如一朵璀璨的焰火在冰雪中绽放。
6色火莲旋转着，散发出耀眼的光芒。那6种颜色在那寒流的深处显得格外醒目。而在那6色火莲之中，萧炎的身影宛如幻影般出现，他的目光坚定，周身的火焰跳跃，周身散发着无比炙热的恐怖能量。众人见到萧炎的那一刻，仿佛看到了希望之光，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激动和喜悦，仿佛所有的疲惫都随着萧炎的出现而消散。云云更是如此，他紧绷的情绪在这一刻如释重负，眼中闪过一丝难以察觉的泪光。萧炎的出现如同一缕阳光，穿透了厚重的阴云，给他们原本紧张冰冷的内心世界带来了一丝温暖。那是萧炎，果然不会让大家失望，他终于出来了。孽神长老和行神长老的嘴角也浮现难以掩饰的激动之色，目光之中更是对萧炎的欣赏。然而就在大家都因为萧炎的出现而感到激动开心时，突然那深处的极致寒流再一次的爆发出恐怖的力量。那股冰冷刺骨的气息如同无形的利剑，瞬间将6色火莲瓦解，能够将6色火莲都击溃的极致寒流，可以想象得到那是多么恐怖的能量。萧炎的6色火莲在极致寒流的力量面前再一次显得如此的渺小，但是却依旧顽强地抵抗着，想要顺利逃离此处必须坚持到底。可是还没坚持多久，那道6色火莲彻底的崩溃而去。在6色火莲碎裂的那一刹那，空气仿佛凝固，众人的呼吸在瞬间停滞。萧炎的身形在火焰与寒流的交错间如同幻影般飘忽不定，他身周的6色火莲是他唯一的庇护，如今却化为无数火星消散而去。云云的心再次提了起来，他看着萧炎的身躯暴露在了极致寒流中，下一刻他就被极致寒流所包围了起来。萧炎小心！众人的脸色骤变，对着萧炎大声惊呼，声音从5000米瞬间穿透到了10000米深处。极致寒流，那是连空间都能冻结的恐怖力量，萧炎的身躯暴露在这股力量之中，随时都有危险。就在众人准备联手救援的刹那，萧炎的声音突然划破寂静，如同一道闪电划破长空。神行7步，那是萧炎从无量神山前辈那里获得的强大身法神技，一种超凡脱俗的极致身法，一种对速度的领悟与驾驭。萧炎周身的气流突然发生了变化，脚步一踏，其身影在瞬息间化作了一道闪影，在极致寒流中留下了一串虚无的足迹，那是速度的极致，是对速度的更深领悟。萧炎的身体仿佛与风合为一体，轻盈的在极寒的气流中消失不见。萧炎只感到沉重的脚步如今变得轻灵而迅捷，仿佛就连时间都无法捕捉到他现在的速度踪迹。众人也在这一刻惊愕无比，萧炎的身影一闪就从那令人窒息的极致寒流中消散无踪，只留下一串涟漪在那冰冷的世界中渐渐荡漾而开。众人都愣在原地，震惊、错愕、敬佩，种种情绪在他们心中交织。而萧炎已经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摆脱了绝境，终于顺利地逃脱出来。就在大家还在震惊萧炎的速度时，萧炎的身影早已经出现了在他们的面前，简直就是一闪的瞬间，连他们的眼睛都跟不上萧炎的速度。在听到萧炎的声音在大家的身边响起后，他们才回过神来。萧兄，灵动和沐尘见到萧炎最终顺利地逃脱出来，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灵兄，沐尘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萧炎对着灵动、沐尘二人示意了一下，然后便是从众人的身上扫过，最后落在了不远处的云云身上。只见后者的脸颊上有着为他担心的2行泪水，萧炎立马走过去，然后紧紧地拥抱住云云的娇躯，然后在他的耳边轻声道：妮子，让你担心了，我说过我一定会顺利出来的。云云也抱住了萧炎，感受到萧炎身上传来的体温，这一刻云云的内心犹如是失而复得的情绪在激荡。没事就好。见到萧炎平安出来，云云也是急忙地擦干了自己的眼泪水，然后近距离看着萧炎那瘦削又精致的五官，宛如穿越时光，看见了魔兽山脉时那位令他第一次心动的少年模样。萧炎与云云拥抱了片刻之后，才缓缓地分开，然后对着大家说道：我们先行离开这里。闻言，众人点点头，目光再次扫过风雪肆虐的10000米海域，只见那里现在已经是一片冰封的世界，海底深处也不再是往日的波涛汹涌，而是凝固成了白色的冰封世界。然而在感受到冰层在深处时不时地发出恐怖的咔嚓声，仿佛随时都会崩裂开来，众人心中一紧，却也感到了一丝庆幸。这一次他们也算是共同经历了与生死的角逐，最后也是安然无恙地顺利逃脱出来。然后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掠向海平面，海水中弥漫着咸涩和冰雪的刺骨，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而沉重。终于他们抵达乾坤岛的上空，望着下方这片无边无际的天海，所有人不禁松了一口气，宛如重获新生。